地球上第一棵树长出来之前，那片荒地上已经立着一根接近8米高的柱子了。它不是树，它可能也不是真菌，甚至有可能它不属于我们今天认识的任何一只生命。这件事你先记住，咱们等会儿再回来说它。现在先回答标题里的那个问题：地球上第一棵树到底是从哪来的呢？它叫瓦蒂萨，化石埋在今天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小镇底下，大约3亿8500万年前，它已经成片的站在陆地上了。很多人把它看作地球上最早的树，可你要是把时间再往前挪一点点，眼前这颗星球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没有森林，没有草地，没有落叶，你甚至抓不起一把像样的土。你可能想不到，从瓦蒂萨那会儿再往后算，草还要再等3亿多年才第一次冒头，也就是说，树比草老得多，老的不是一星半点。那时候的陆地就是一整片裸着的石头，太阳一天到晚照下来，没有树影，也没有遮挡，雨落到地上，顺着石面就流走了，一滴都留不住。风一刮，全是干燥的碎屑。生命想在这上面待住，是件很难的事。那第一棵树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？你好，地球人，我是拆解天象密码。其实这个问题看着是在问一棵树，问的却是一整颗星球。一棵树能站住，背后要凑齐的条件多得吓人，得有土，土能存水存肥，得有一套水管，能把水从地下抽到几米高，得有一种硬材料，能让身体扛住自己的体重，还得有一层能挡紫外线的天，不然长得越高，被晒得越狠。这些东西，地球一开始一样都没有，全都是被生命自己一件一件造出来的。咱们先回到开头那根柱子上，它叫圆山枣，个头最大的，能长到接近8米高，最粗的地方直径超过1米。远远看过去，它就像一根被人削光了枝叶的树干，孤零零插在荒地上，四周一点遮挡都没有。你要是那时候站在旁边抬头看，它就是整片大地上最高的东西。但它不是树，真正的树身体里是一束一束的木质纤维，排得相对整齐，有明确的方向。圆山枣的内部完全不是这样，把它的化石切开，里面像塞了一团缠死的线，全是互相绕在一起的细管，粗的细的混在一块，你找不出一个统一的走向。这种结构跟任何一棵树都对不上。它也不像植物，植物靠晒太阳过日子，靠光合作用给自己做饭。圆山枣不做这件事，它不生产食物，而是把营养直接从地面吸走。说白了，它是个吃现成的。就因为这一点，科学家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它当成一种巨型真菌。一根8米高的蘑菇，听着离谱，但至少能自圆其说。这个说法一挂就是100多年，围绕它到底算什么，学界前后吵了160多年。可后来出问题了，在苏格兰北部有一层4亿0700万年前的岩石，那里保存下来的化石有多好呢？连细胞壁，连细胞之间的空隙都还在。这块地方同时埋着圆山枣、真菌、细菌，还有小小的节肢动物，大家经历的是同一段埋藏过程，条件完全一致，正好可以摆在一起比。结果一比，麻烦就来了。真菌的化石里都留着一种独特的化学信号，那是它们细胞壁的主要成分，变质之后留下的痕迹。跟圆山枣同一层的真菌全都带着这个信号，圆山枣身上一点也没有。不光这一项对不上，另外几种只有真菌才会产生的物质，在它身上也全部落空。反过来更奇怪，它细胞壁里那些残留成分反而更接近另一样东西变质之后的产物。那样东西的名字咱们后面会专门讲，你先记着有这么回事。这就麻烦了，它不是树，它可能也不是真菌，它甚至有可能属于一整只已经彻底消失掉的复杂生命，跟今天地球上所有的动物、植物、真菌都不在一条线上。这一只从哪来的，怎么长起来的，没人说得清。这种东西在陆地上站了很久，从大约4亿2000万年前一直到3亿7000多万年前，前后4000多万年，它一直是地面上最高的那个。等真正的树木赶到的时候，它已经把脚下这块地改造得差不多了。这事儿还得从土说起。地球早期的生命基本都泡在海里，海水能挡紫外线，能供着身体不散架，营养也是现成的。相比之下，陆地简直就是个死地。那时候的陆地表面只有光秃秃的石头，没有土，也找不到现成的营养。其实营养并不是没有，磷、钾、钙这些东西一直都在那儿，问题是它们全锁在岩石里面，被牢牢地扣着，生命根本没办法直接拿来用。你就当是一屋子的粮食锁在保险柜里，要是谁也没有，再加上一个麻烦，那时候大气里的臭氧还很薄，紫外线几乎是直着往下砸，海面下1米就能挡掉大半，爬上岸就等于把自己整个交出去。所以陆地空了很久很久，转机出现在海边。后来有几场大浪，把一些藻类和真菌拍到了岸上，它们没被晒死，就在潮湿的石头缝里流了下来，一边是水汽，一边是石头。真菌先动手，它会往外释放酸性的东西，慢慢腐蚀岩石表面，一点一点的
把锁在里面的营养抠出来。这个过程很慢，慢到肉眼几十年都看不出变化，可它有的是时间。藻类拿这些营养长身体，作为回报，它把光合作用做出来的糖分分一部分给真菌，一个负责从石头里掏东西，一个负责做饭，两边就这么搭伙活了下来。这一搭伙就成了，他们开始顺着海岸线往两边铺满了岸边，又往稍微高一点的地方爬。有水汽的地方，他们就能站住脚，可他们也会死。死掉的藻类和真菌慢慢烂掉，烂成一层黏糊糊的东西。这东西跟被酸腐蚀下来的石屑混在一起，在地面上摊开薄薄的一层。最早的土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别看只有薄薄一层，它带来的变化非常大。石头留不住水，土能留住。下过雨以后，水分会被它含在里面，慢慢往外放，能撑上好几天。这就等于给陆地装了一个小水库。刚爬上来的那些生命，也终于有地方把自己按住了。风吹不走，浪冲不散，能长期占一个位置。更省事的是，营养已经拌在土里了。后来的植物不用再从头去啃石头，低头就能吸到。上一代辛辛苦苦抠出来的东西，下一代直接接手。再往后，一代一代的藻类和真菌就踩着上一代留下的这层薄土，继续往内陆推，土也跟着越堆越厚，从薄薄一层变成几毫米，再变成几厘米。陆地上的第一层家底就这么攒起来了。还有一件事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干成的。前面说过，那时候紫外线是直着往下砸的，因为高空的臭氧还很薄。那臭氧又是从哪来的呢？是氧气跑到高空，被阳光打散，再重新拼起来变的。也就是说，得先有足够多的氧气，而氧气是光合作用的下脚料。这些贴着地面的藻类和苔藓状的东西，一片一片往内陆铺。它们每天做的事就是晒太阳，吃二氧化碳，往外吐氧气。一株的量微不足道，可几千万年铺满几百万平方公里，量就上来了。空气里的氧越攒越多，高空的臭氧层也跟着一点点变厚，紫外线被挡掉了一大截，于是地面变得没那么危险了。生命终于敢往离水更远的地方走。你看这事儿多绕！植物是靠着躲在潮湿角落里才活下来的，可它们活着活着，顺手把头顶的伞给撑了起来。撑好了伞，才轮到后面那些大家伙上场。不过，从贴着地面长的一团藻到一棵真正的树，中间还差得远呢。第一个要过的坎是干。泡在水里的时候，藻类根本不用操心缺水，四面八方全是水，身体是软的也没关系。可一上岸，太阳晒不了多久，身体里的水就跑光了。上午还是活的，下午就成了一层壳。于是他们开始改身体，细胞壁一层层加厚，外面再裹上一层蜡一样的东西，把自己整个封起来，尽量把水锁在里面。水是保住了，新麻烦也跟着来了。裹得太严实，二氧化碳也进不来了。植物做光合作用，靠的就是二氧化碳，原料进不了门，这活就干不成。等于说，为了不渴死，先把自己饿住了。这是个死结，要么开着口渴死，要么封起来饿死。他们的办法是个让一步，植物在表面开出一些非常小的口子，要换气的时候，口子张开，把二氧化碳放进来，把氧气排出去。天太干，太阳太毒，就把口子闭上，少跑一点水。什么时候开，什么时候关，全看当天的情况。这就是植物气孔最早的样子。今天你身边每一片叶子上，都还有几百万个这样的小口，一开一合，做的还是同一件事。日子能过了，可繁殖还是个问题。在水里的时候，把细胞往水中一放就行，水流会替你送。上了岸，没有水流，靠自己爬是爬不动的。它们就在身体顶端造出大量的小颗粒，外面包一层特别耐磨、特别耐干的壳。这种壳有多硬呢？4亿多年过去了，很多这样的小颗粒还能在岩石里被完整的抠出来。风一吹，它们就能飘出去很远，落到别的地方，再长成新的一株。这就是孢子。走到这一步，它们已经不算普通藻类了，上面长出了像叶片一样的结构，用来接阳光，下面也长出了细细的丝，钻进土里，把身体定住。这些丝很细，说白了就是一把须子，还撑不上根。可他们干了一件大事，须子往下钻的时候，会顺着石头的裂缝往里挤，挤进去以后，再往外分泌酸性物质。石头本来只是表面被腐蚀，现在是从里面被撑开，被泡软，裂缝一年比一年宽，最后整块碎掉。也就是说，植物为了把自己定住，顺手加快了岩石的破碎，碎屑越多，土就攒得越快，土越厚，能站住的植物就越多，植物越多，钻进石头的须子也越多。这是一个自己推自己的循环。地球表面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正反馈，而且一转起来就停不下来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早期植物看着还是很寒酸，矮矮的趴在地上，最多几厘米高，而且必须紧挨着水边，离水远一步就活不成，因为它们身体里还没有一根管子。可越往内陆走，取水就越麻烦，总不能每一株都刚好长在一滩水旁边吧？
他们需要一套东西，能把地面的水搬进身体里。这个东西的来路说出来有点意外，植物底部有一些细胞，寿命到了就死了，可它们死了之后没有烂掉，加厚过的那层壁留在原地，一个一个叠起来，慢慢堆成小块结构。这些结构越堆越多，把上面的部分一点点顶高，下面呢就空出了一条条中空的通道，水可以待在这些通道里，从地面一路送到植物的顶端。后来更多细管又从主干上分出去，把水送到身体的各个位置。也就是说，植物身体里的第一套水管是拿死细胞的空壳搭出来的。第一批体内带着输水系统的植物就这么出现了，它叫库克逊蕨。那是4亿2000多万年前的事。库克逊蕨长得很简单，一根细杆子往上分成一个 Y 字形，每根分叉顶端顶着一个小包，里面装的就是孢子，整颗加起来也就几厘米高，以伸出小指头比一比，差不多就是那个尺寸。可就是这么个小东西，第一次让植物离开了水面。你别嫌它矮，整个陆地生命史上最要命的一道坎就卡在这儿。在它之前，所有陆生植物都被拴在一条看不见的绳子上，绳子的另一头系在水边，想走远先可死。所以陆地虽然大，能用的只有沿着水的那一条窄带。从库克逊蕨开始，这根绳子断了，有了这套自来水管，库克逊蕨不用再死贴着水源，只要土里还能找到水，它就敢往外扩。陆地上大片大片空着的地方，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对生命开放。而且这些管道还带来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好处，它们是硬的。水管的壁加厚过，一根一根竖在体内，撑住了整个身体。植物不再只能趴着了，它开始一点点往上抬。本来是为了喝水，结果顺手拿到了站起来的资格。从这时候起，地球上的植物开始抢高度。长高的好处非常直接：第一，高一点就能比旁边多晒到一点太阳，阳光就那么多，谁在上面谁吃饱。第二，你长高了，别人就矮了，你的影子会落在对手身上，他晒不着就长不动，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挤压。第三，孢子从更高的地方撒出去，风一带就能飘得更远，跑到别处安家。矮的那一株，孢子撒下来还是掉在自己脚边，跟自己抢地盘。所以只要有可能，大家都往上涨，几厘米变成十几厘米，十几厘米变成几十厘米。这里有个很残酷的地方，长高这件事本身并不划算，你得多造多少身体啊？同样的养分本来可以用来多结几个孢子囊，多留几个后代，现在全拿去堆一根杆子了。而那根杆子本身一点饭都不做，可你不长，旁边的就长；你不长，你就被盖在阴影里。于是所有人都被绑上了同一辆车，谁也停不下来，谁停下来谁先死。这是地球陆地上的第一场军备竞赛，参赛的是一群还没有膝盖高的小东西，可他们打的这一仗最后打出了森林，可他们很快就撞到了天花板。最早的那套水管又细又软，身体越往上长，上面压着的分量就越重，长到一定程度，它自己就会把自己压弯，风再一吹直接折了。想继续往上，光有水管不够，还得有一种真正扛得住的材料，说白了就是木头。说到这儿，得先说清楚木头到底是什么。你可能以为木头是一种材料，其实它是两种东西合在一起的结果。一种是纤维素，成丝成束，很有韧性，可它软，一泡水就发胀。另一种就是木质素，木质素本身不成形，它像胶一样，能钻进纤维之间的所有缝隙，然后在那儿硬化，一个负责拉，一个负责撑，绑在一块儿就成了木头。这个思路其实跟今天的钢筋混凝土是一模一样的，钢筋抗拉，水泥抗压，缺一个都立不起来。植物比人类早了4亿年，先把这套配方摸出来了。而木头的秘密就藏在那种叫木质素的东西里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东西并不是为了长高才发明的，很早以前还在水里的时候，一些藻类体内就已经有类似的成分了。最开始它的用处可能跟支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它是用来挡太阳里那股强烈紫外线的，一层化学的防晒霜，仅此而已。等植物爬上陆地，木质素找到了新工作，它开始一层一层的渗进细胞壁，把原本软趴趴的管子和筋一点点撑硬，软的变成硬的，能弯的变成不能弯的。植物的身体从一根水草变成了一根杆子，到这里植物才算真正拿到了长成巨人的资格。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往上长，原山藻早就在头顶上等着了。咱们把镜头拉回那根柱子，4亿多年前地面上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？绝大多数植物只有几厘米高，长得最好的也不过到你的脚踝，那是一片贴着地面的绿褐色的薄毯子，风一吹就整片浮下去。而原山藻接近8米，1米多粗，这个落差有多离谱呢？你可以这么想，它周围最高的邻居还不到它的1%，它站在那儿就像一根柱子插在一块地毯上。4000多万年里，地面上的生命只要往上看，看到的一直是同一样东西。那4000多万年里，它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苏格兰那层岩石
把当时的场景导下来了一小块。那里除了圆山枣，还埋着最早的一批陆地动物，几毫米长的螨虫、蜘蛛的远房亲戚、弹尾虫，还有一些说不清名字的小东西，它们全都很小，小到要用显微镜才看得清。而圆山枣的化石上能看到被啃出来的洞道，也就是说，那些小虫子就住在它身上，在它体内钻来钻去，一边打洞一边吃。一根柱子，同时也是一栋楼、一个食堂。它不出声、不动、不追不逃，它就站在那儿，被啃了4000多万年。4000多万年是个什么概念呢？咱们换个参照物，恐龙从登场到全部谢幕，前后差不多1亿6千万年，而我们人类这一支，从最早的成员算起，满打满算还不到300万年。也就是说，圆山枣在陆地上站着的时间，比人类这一支的全部历史还要长10几倍。它就那么站着，看着脚底下的绿色一年比一年多一点。它是怎么把自己顶到8米的呢？前面留了个钩子，现在可以说了。新的化学分析发现，它细胞壁里那些残留成分最接近的是什么呢？正是木质素变质之后留下的产物。也就是说，让树能成为树的那把钥匙，它比树先拿到了，就算不是同一把，也是非常像的一把。而且这不是跟谁学的，它跟植物本来就不在一条线上。这套材料是他自己单独琢磨出来的。同一个难题，两只毫不相干的生命，各自摸到了差不多的答案。他就靠着这个，把自己顶到了8米。更关键的是，他站在那儿的这4000多万年，一直在动脚下的土。先说它的吃法，它不做光合作用，营养全从地面吸。地面上有什么呢？有死掉的藻类，有烂掉的真菌，有那层薄薄的有机物。它其实是在吃这片土，可吃的过程，同时也是翻的过程。再说它的身体，它体内布满了那些互相缠绕的细管，一根接一根往下扎。这套庞大的结构撑在土里，会把周围的地顶得更松。土一松，水和氧气就更容易钻进去，往下渗得更深。原本板结的，只有薄薄一层的地面，被它撑开了。最后说它的死，这么大的身体倒下去，烂在原地，会留下大量的有机物，一根就是一大滩。4000多万年里，这样的柱子在陆地上立了又倒，倒了又立。它不一定是当时唯一在造土的生命，可在那个年代，它确实像一台巨大的土壤生产机，一刻不停地在运转。第一片森林还没长出来，它已经把地基铺好了。然后树来了，再往后，植物体内的木质素越来越成熟，茎也越来越结实，它们开始一株一株地往上冲，10几厘米、1米、几米。大约3亿8500万年前，瓦蒂萨出现了。它长得跟今天的树不太一样，一根光溜溜的直杆子，中间不长枝，顶端猛地散开一丛细枝，看着更像一颗棕榈。而且它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扁平的叶子，只有一簇一簇细枝在顶上接光。它的高度至少8米，你注意到了吗？8米，跟那根柱子差不多平了。植物从贴地的一层薄毯，长到能跟圆山枣对视的高度，用掉了好几千万年。这棵树的身世也挺曲折，早在100多年前，人们就在纽约州那个小镇的采石场里挖出过成百上千个巨大的树桩，它们全都立在原地，姿势一点没变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片被原地埋掉的林子。可谁也不知道它们上半截长什么样。这个谜挂了100多年，直到20多年前，有人在几公里外找到了一个几百斤重的树冠。第2年又挖出了一段树干，上下一对，严丝合缝，第一片森林的样子这才被拼了出来。而这片林子最重要的贡献不在天上，在地下。瓦蒂萨顶上那些细枝是会掉的，老的掉下来，新的长出去，一茬接一茬，掉下来的枝条堆在地面上，慢慢腐烂，铺成了陆地上第一层真正的落叶层。这一层东西一出现，虫子就有饭吃了。落叶养虫子，虫子的粪便和尸体又回到土里，土又养着树。陆地上第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是从这些掉落的枝条开始转起来的。不过瓦蒂萨自己其实站得并不稳，他没有后来那种扎得很深的根，底下是一大团粗短的须状结构，摊得很开，往下却扎不了多深，就像一个胖胖的底座压在地面上。他靠的是把自己坐稳，不是把自己钉牢。土一泡水，风一大，它就容易整棵倒下去。纽约州那些树桩之所以能成片保存下来，恰恰是因为它们被洪水和泥沙一次性埋掉了。所以说它是第一棵树，可它更像是一次试作品。高度到了，落叶层有了，可根还差着一大截。再往后，这一类树慢慢退出了主角的位置。真正把森林撑起来的是另一种树，它叫古蕨。古蕨身上有真正意义上的木材，它有扁平的带叶脉的叶子，还有能扎进地下1米多深的根。它的树桩直径能超过1米半，整棵能长到30多米。30多米是什么概念呢？差不多是10层楼那么高。从库克逊蕨那几厘米到古蕨这30多米，中间隔着5000多万年。这里还有一个反常识的地方，你以为树是先长出叶子再长高的吗？不是，顺序反了。造叶子的那套本事，植物很早就有了，可它一直不敢用，
硬是拖了4、5千万年。原因是当时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太多了，二氧化碳一多，植物身上的气孔就长得稀，气孔稀，出汗就少。而植物给自己降温，靠的就是从气孔往外蒸水，跟人出汗是一个道理。一片又宽又平的叶子，接光的面积特别大，吸的热量也特别多，气孔那么稀，散热跟不上，叶子会被自己晒熟。所以在那个年代，长大叶子等于自杀。后来是森林自己把这件事解决的，树越长越多，根扎得越来越深，它们不停地啃岩石，把大量的碳从空气里搬进石头和土里。几千万年下来，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掉了一大截，二氧化碳一降，植物的气孔立刻变密，气孔一密，出汗量上来了，叶子终于能给自己降温了，于是叶子才敢铺开。先有树，后有叶，是树亲手把那个门槛拆掉的。不过这件事也有代价，而且代价大得吓人。森林的根往下扎，把岩石啃碎，翻出来的东西被雨水冲进河里，再冲进海里，里面含着大量的养分。海里的藻类吃到这些养分，疯长，一层一层盖住水面。它们死掉之后沉下去，在水底腐烂，把氧气消耗得干干净净，海底就这么闷住了。泥盆纪晚期，海洋里发生了一连串的大灭绝，大批鱼类被清空，成片的珊瑚礁塌了下去。原因不止一个，可森林在里面脱不了干系。陆地上第一次长出树，海里就死了一大片，这就是那笔账。森林是那场变化里最大的赢家，可账单是别人替他付的。从这以后，地球上的每一次绿化几乎都伴着一次别处的清空，这个规律一直延续到今天。顺着这条线再往后看一眼，还有更极端的。木质素这东西太结实了，结实到当时地面上的分解者一时半会儿拿它没办法。树倒下去很久都烂不干净，倒下的树越堆越多，一层压一层，被泥沙埋进地下。后来的石炭纪就这么攒下了地球历史上最后的一批煤层。你今天听到的煤，看到的煤，很多就是那批没能烂掉的树，它们死在3亿多年前，一直躺到今天。好，咱们把镜头收回来。至于那根柱子，它的故事在这里结束了。大约3亿7千多万年前，原山藻的化石就断了，再往后的岩层里就找不到它了。它为什么消失，到今天也没人说得清。有人猜是森林铺开以后遮住了阳光，土壤和湿度全变了，它赖以为生的那套环境没了。有人猜它吃的那些东西被新来的分解者抢光了，全是猜。它曾经是这颗星球上最高的生命，它也在这片荒地上一站就是4000多万年。它甚至可能自己独立走出了一条路，摸到了跟木头相似的答案。可等森林真正铺开以后，这个既不像树，又可能不是真菌的庞然大物，最终还是消失了，一点声音都没留下。它花了4000多万年铺好的那层土，被后来的森林踩在脚下，而森林里没有一棵树知道它的名字，它也没留下后代。一棵树倒下去，还有种子，还有同族。原山藻不一样，它那一整只跟着它一块走了。今天地球上活着的所有生命，没有一个是它的亲戚，它不是某个家族的祖先，它是一整个家族的全部。我们能拿到手的，只有几段泡在石头里的柱子和一堆对不上号的化学信号。160多年了，我们连它该算什么都还没吵明白。可要是原山藻没有灭绝呢？要是它一直站到今天，你觉得地面上最高的那个还会不会是树？我是拆解天象密码，咱们下个世界见。